女人实在忍无可忍，亲手将自己的丈夫砸死。可就在此时，她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。她这才想起今天是女儿的生日，心急之下，她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把父亲和女儿支到楼上，却不曾想丈夫突然又醒了过来，接着将一张纸条吞入口中。毫不知情的她，为了毁尸灭迹，把高顺天的脸和指纹全部去除，然后把尸体大卸八块，接着又回去给女儿庆祝生日。因为她早就请了小叔子一家3口，聚会上她努力装作轻松的样子，还好小叔子并未察觉。直到深夜，她才悄悄开车进入深山，找了一处十分偏僻的地方，接着将剁碎后的尸体拎到山上，然后将之丢弃。本以为不会有人发现，却不曾想警方很快就发现了这些尸块。通过尸检确定死者为男性，年龄40到45岁之间，身高在1.75米左右。根据尸体腐败程度，可以确定死亡时间在3天左右。凶手分尸干净利落，说明他对人体非常了解，或从事过肢解动物的工作。死者头部遭受过近距离重击，是他死亡的主要原因。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。钱宁正在想办法复原人脸画像。与此同时，死者口中的购物小票已经复原。服务员通过存根查到是熊美玲女士订的蛋糕，13号3点已经取走。两人观看监控视频后，便把熊美玲请到了刑警队。她取完蛋糕以后接了女儿，随后两人回到了家中，家里人都可以给她证明。而孩子的父亲早在8年前死于车祸。李学凯告诉熊美玲，他的购物小票出现在被害人的口中，所以需要他配合一下调查。熊美玲慌张地表示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而且购物小票早不知道扔哪去了。随后李学凯找到高顺军，他可以证明熊美玲当晚没有离开，大概9点多钟他们才回家。袁林也可以证明大嫂没有离开，两人说的回家时间也基本相同。老爷子是下午4点多到的熊美玲家，晚上9点多钟离开，几人说的时间基本都可以对上，证明熊美玲没有作案时间。如果说他不是凶手，那死者为什么要吞掉购物小票？还是说凶手要嫁祸熊美玲，而那张小票又要传达什么意思？现在查清死者身份成了重中之重。另一边的夏营警通过1天1夜的努力奋斗，终于把死者的面貌复原出来。这不是高顺军吗？但高顺军只有一个哥哥叫高顺天，已经死于8年前的车祸，现在只能通过 DNA 比对来确定死者是否与他们有关。高顺军看到照片后非常惊讶，他可以确定这是自己哥哥，难道世界上真有如此相像的人？夏营立刻提取了高顺军的唾液，临走前高顺军突然想到，当年高顺天死的时候，保险公司也做过同样的检测。随后夏营又提取了高希林的唾液，经过比对以后发现，死者和他们是亲属关系。钱宁对8年前的样本也做了比对，现在的死者就是当年的高顺天。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俩？这匪夷所思的事情让懵逼的警察更加懵逼，而作为队长的尚杰并没有迷茫，因为同卵双胞胎很可能会出现 DNA 一样的事情。高顺天没有做过骨髓移植，那就只能说明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孪生兄弟。因为70年代的时候，科技远没有现在发达，而且大家熟知的身份证是1984年才开始实行，所以户口登记会出现很大差别。派出所和村里都没有查到任何线索。最后还是下棋的大爷说出事情。顺天是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，出生之后吧，就被他们家送人了。因为送走的时候还没起名字，加上过去了40多年，大爷也记得不是很清楚。通过在蒙县的调查，得知高顺天弟弟改名刘家虎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在8年前离开家乡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自从离家以后，他发展迅速，曾经做过地产、金融和电子商务，而所有的买卖都没赚过钱，但每次失败以后都有钱东山再起。消费记录显示，最近1年刘家虎在国外，直到3个月前才回到国内。现在基本确定死者是刘家虎。尚杰再次找到高顺军，而他并不知道哥哥是双胞胎的事情。当询问他13号在哪里的时候，高顺军非常不耐烦。得知刘家虎的死讯，他更加激动起来。都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这是例行询问，请你配合。我够配合的了，你要是有证据，你直接抓我，抓呀！与此同时，吴倩查到刘家虎的开房记录，尚杰两人立刻来到春熙宾馆。通过监控发现，熊美玲和刘家虎同时出现在宾馆，而且熊美玲的信用卡月月被刷爆，消费记录全部都在境外，但她本人从来没有出去过。最近3个月消费记录转回到国内，但消费却天差地别。而刘家虎也是3个月前回国，那么当时消费的人很可能就是刘家虎。在他回国以后，熊美玲卖了一套价值500多万的房产，后来把钱取成现金不知去向。刘家虎很有可能在勒索熊美玲。当年高顺天1000万的保险赔偿，一直都是熊美玲在管理，他用这些钱成立了燕西酒店，后来在本市做的风生水起。那很奇怪的是，刘家虎如果想要勒索熊美玲，为什么不选在8年前刚刚得到赔偿金的时候，而选择现在？尚杰他们正迷茫的时候，夏莹带来最新的检测报告，半年前死的不是高顺天，而是他的孪生兄弟。因为高顺天的基因突变，有先天性佝偻病，他的女儿因此受到影响，比同龄的孩子偏矮一些。两人的 DNA 经过多次比对，可以确定碎尸案的死者才是高希林的父亲。后来改名的刘家虎基因并没有突变，所以他才是8年前车祸的死者。难道是他们夫妻俩一起杀了刘家虎骗保？那高顺天又是谁杀的？我们去问问这个熊美玲。很快，女人再次被带回警局，因为 DNA 显示死者就是她的丈夫高顺天。不仅如此，警方还查到高顺天有一个双胞胎弟弟，名叫刘家虎，只是他刚一出生就被父母送到了邻县收养。但刘家虎却在3个月前找过熊美玲，并且在酒店开过一个房间。面对这些证据，女人终于说出真相：8年前她的丈夫高顺天意外找到了双胞胎弟弟刘家虎，但她却为了骗取1000万的巨额保险，亲手把弟弟送上西天，然后顶替了刘家虎的身份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！
早些晚告。我是真的以为我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可是我没想到，就在我拿到保险金的第2天，他居然就回来了。既然木已成舟，女人并没有揭发丈夫，反而得到了一大笔钱，却不曾想烂赌成性的丈夫竟把她当成了取款机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向她索要钱财，长年累月的高额支出几乎将她掏空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女儿生日这天，丈夫突然回来了，开口就向她索要1000万。这么多年，我钱全都给你了，我实在是没钱再给你了。哎呀，可怜我那闺女啊！你说她要知道他妈是一骗子，会怎么想？丈夫见她不肯拿钱，于是又拿女儿做要挟。殊不知，丈夫的这一举动彻底将妻子激怒。本以为案件就此结束，却不曾想女人的父亲突然到警局自首，声称是他杀了高顺天。然而他却说凶器是一把菜刀，这与法医鉴定的死亡原因明显不符。但他却对抛尸的过程讲得十分仔细，警方这才明白，原来杀人的是妻子，而分尸抛尸的却是父亲。警察接到报警，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一名女性死者，年龄大概在18岁，死亡时间是昨天0点到4点之间。女子的下肢肌肉萎缩，应该是长期瘫痪卧床，所以死者不能自己走到公园。她的尸斑集中在背部，死亡的时候应该是仰卧姿势。公园肯定不是第一现场。经过尸检后发现，女孩有长期的性生活。一个下肢瘫痪的18岁少女，她哪来的性经验？会不会是性侵啊？不会，目前并没有找到和性侵有关的证据。此时林飞同拿来了血液报告，死者服用过大量的安定，可衣服上却没有出现呕吐，证明有人故意清理过尸体，还给死者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最后把她摆放在公园里。如果凶手脑子没有问题，那就是死者对她非常重要。公园的监控清晰度不好，只能看到一个人推着轮椅进入，其他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不过天快亮的时候，有人推着空轮椅离开，画面放大后能看到一些轮廓，而这个人林飞同在案发现场看到的，因为他头上的帽子非常特别，所以林飞同多看了2眼。第2天，刑警队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要求见这里最大的官，殊不知他就是林飞同在现场看到的人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。最大的嫌疑人竟然自投罗网，原来他看到了悬赏公告，为了得到奖金才来到刑警队。冒昧地问一下，多少钱？他还不知道自己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男人谎称在公园捡到了死者的包，上杰通过监控分析，应该是男人从死者身上拿走的包。他发现自己的假话被揭穿，立刻改口说道：“我也没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的，那个奖金啥的我也不要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没啥事我就先走了。”现在并不是奖金的问题，而是他不把实情讲出来，根本无法离开这里。随后，男人被带到了审讯室，他名叫黄耀才，一直靠捡废品为生。当天他在天桥底下睡觉，凌晨的时候被冻醒，闲来无事，他打算去公园转转，说不定还能碰见小情侣打野。当他来到公园的时候，发现了长椅上的死者，大半夜不睡觉坐在长椅上，他觉得女人也不是良家妇女。此时黄耀才色心大起，打算和女人套套近乎，没准还能发生些什么。他在和女人交流的时候，对方却一言不发，这让他的胆子越来越大。就当他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，此时他才意识女人已经死了，因为天色太黑，实在看不清楚，不然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调戏一个死人。随后他不仅拿走了女孩的红包，还推走了一旁的轮椅。他拿走了这些东西，彻底的破坏了当初的现场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想过报警，我一想，万一他家里讹着我怎么办呢？真不是我杀的，千万查清楚啊！杀人偿命啊！你就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。在黄耀才的带领下，从废品站找到了轮椅，通过上面的编号，胡倩查到了被害人身份，女孩名叫徐青子，因出生时大脑缺氧，导致她下肢瘫痪和智力障碍，一直由母亲蒋桂芳照顾，父亲是建筑工人叫徐长江，他们一直靠低保维持生活。而瘫痪的女儿失踪，父母却没有报警，这一点让大家都非常疑惑。随后上杰来到徐长江租房地点，从房东口中得知他的老婆得了绝症，最近一直在医院照顾，而徐青子因为行动不便，出门必须有人照顾，这种情况下她更不可能有男朋友。正在此时，徐长江回到家中，六神无主的他就连房东的问话都没有听到，一个人径直的走进了屋里。面对上杰的询问，他谎称前2天忘了锁门，女儿自己跑了出去，因为妻子可能活不过今晚，所以抽不出时间报警。他想安葬完妻子再去找女儿。你就不想知道你女儿到底怎么了吗？我不想知道啊，我没时间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因为徐青子没有男朋友，老实本分的徐长江更不会做出禽兽不如的事。夏莹马上对徐青子进行2次尸检，发现她不是有长期的性伴侣，因为处女膜破损的深度不够，所以她只是有自慰的习惯。既然没有第3个人接触，那徐青子就不能自己跑这么远。上杰想再次找徐长江了解情况，可他却从医院消失了。原来2个小时前蒋桂芳去世，徐长江要求和妻子单独待会，没想到他却从医院跑了出去。夏莹突然想到，我本来想送走我老婆再去找妻子，
尚杰立刻带人前往红山公园。与此同时，徐长江已经服下一瓶安定。虽然他们女儿有残疾，但蒋桂芳却付出了所有的爱，让不富裕的家庭很温馨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善良的人永远得不到公平。蒋桂芳得了绝症，她打工挣的钱根本支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。如果妻子离开人世，他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念想。为了不让智障的女儿受欺负，徐长江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，那就是3人一起离开这个世界。他毒死女儿后，给亲子换上了新衣服，然后把她放在公园，因为在这里看到的景色永远都是最美的。就当他失去意识的时候，警车和救护车及时赶到。虽然医生救回了他的生命，但也只是挽救了他的躯体。失去爱人和女儿的他，即使活在世上，也会如同行尸走肉一样。